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啊？二战时期，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被戳着脊梁骨骂到了现在，有可能还会一直骂下去。可是面对曾对印第安痛下杀手，差点没将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美国，声讨声就不是那么激烈了。甚至还有人洗白，觉得那都是天花洞的事，跟美国没关系啊，或者就是战争就会有牺牲，印第安文明被毁灭是美国发展之路上必要的恶，反而是美国才诡异的变成了那个无辜者。包括美国人自己都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说那个感恩节目，不光是感谢上帝，同时还是一个感谢印第安人在美国人刚刚到达美洲的时候对这些美国人所提供的帮助。说白了就是大幕抢了我的零食，抢了我的衣服，抢了我的土地，甚至还要奴役我，结果却并没有什么负罪感，反过来还感谢我，认为我被抢走的这些东西都是我给他提供的无私帮助啊！合着印第安人的反抗才是不应该的呀，被屠杀被清洗当然又没什么不对呀，对吧？心安理得，这脸皮得多厚呀！这里我们先不说美国对印第安人的价值观为什么会这么扭曲，而是要深度分析下曾对印第安痛下杀手的美国是怎么给自己脱罪，把自己从一个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变成了一个旁观的无辜者。讲道理，在此之前我还真没见过这么深的套路。首先我们都知道印第安人大屠杀事件就跟美国强相关，这是公认的客观事实。可问题是这个罪行的责任该怎么去解释？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并不像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以直接屠杀为主，而是在直接屠杀的基础上，额外还有一系列针对文化、经济甚至是食物的种族灭绝政策。而且直接屠杀所占据的比重并不大，就像前面说的嘛，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印第安人其实是死于病毒。这个病毒可以说是美国带过去，但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美国刻意投放的。加上针对印第安人种族灭绝期间还有美国军队的参与，所以就算有人抓住美国的头皮政策或者针对平民以及战俘的直接屠杀不放，认定这就是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直接证据，美国也完全有理由以战争行为去定义，把这些屠杀行为定性为针对特定人群的军事行动，或者说是必要的恶。除非还有直接证据证明那些开拓者、移民、矿工以及农民等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美国民众也参与到了这些屠杀事件里面。可事实是这些人参与了，却并没有直接证据，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曾参与了一项残酷的种族灭绝活动。最典型的，收集天花病人的衣服饰品，然后卖给印第安人，再趁着印第安人部落生病的功夫派遣军队主动进攻。你能说这是屠杀吗？能，因为是美国在主动传播天花病毒。可也同样能说这是战争行为，因为这是军事行动呀。而且没人知道那个出售衣服饰品的人到底知不知道上面带有天花病毒。还有就是美国政府主导下的对美洲野牛的灭绝式猎杀，在这些美国人看来，他们猎杀野牛一方面是为了充饥牟利，当时美国大陆上的野牛近1300万头，也不怕被猎杀；还有一方面就是数量庞大，且动辄以数十公里长宽规模成群移动的野牛群，确实影响到了美国的发展。首当其冲就是铁路运输。美国当时的扩张方向是从东向西，铺设的铁路自然也是东西横贯大陆。可美洲野牛为了寻找草和水，往往会季节性的在美洲大陆上南北向移动，这就注定野牛群会和铁路存在交汇点，影响火车运行不说，甚至还有可能对铁路存在巨大破坏。所以当时的美国人猎杀起野牛来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心理负担，完全就是一个为民除害的心态。知名野牛猎手威廉·科迪曾在17个月内猎杀4280头野牛。如此疯狂的猎杀，吃草的野牛怎么可能顶得住呀，对吧？截止1903年，在辽阔的北美大草原上只剩下了21头野牛，眼看就要步北美旅哥的后尘，灭绝了事。深白的野牛头骨当真是堆积成山。好在民间一些个人和组织发起了野牛保护运动，美洲野牛这才逃过一劫。可是在印第安人眼里，野牛就是他们的一切，是野牛给印第安人提供了食物，提供了衣服，提供了居住的帐篷。现如今美洲野牛被美国政府猎杀的濒临灭绝，这些失去生活必需品来源的印第安人还能怎么办？只能是被迫接受美国政府的安排，搬迁到美国政府规定的保留地，靠美国政府所提供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维持生计，同时跟着美国农民学种地。是不是觉得美国政府还挺好的？提供食物不说，还教这些印第安人种地，为食物短缺的印第安人提供新的谋生途径。如果你真的这么想，只能说明你太天真。如果真的好心，美国宪法开国版本里不会排外到把印第安部落定性为外国，不会在提供食物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协议上额外添加一条10年的时间限制。时间一到，这些印第安人就必须靠自己在保留地自谋生路。大家也别说美国政府这不是教这些印第安人种地了，对吧？只要不懒，维持生计肯定没啥问题啊。总不能一直靠美国救济吧？毕竟美国政府也不是搞慈善的。可如果草原适合搞农业，我国封建时期北方大草原上还发展锤子的游牧文明啊，跟中原一样早早进入农耕文明不香吗？这里还没算这些保留地，基本都是一些贫瘠的土地，好的土地早都被白人瓜分得一干二净。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温水煮青蛙一样的
种族灭绝政策，包括对野牛的灭绝式猎杀，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在此之前，为了捕猎野牛，印第安人势必需要经常追踪野牛群，并随着野牛群的迁徙而迁徙，往往居无定所，而且相对分散。美国政府如果想要通过军事行动去征服或者屠杀印第安人，搜寻难度大是一方面，肯定还会遇到强硬抵抗，就算最后获胜，代价也一定小不了。可是通过对野牛的灭绝以及对保留地的设立，美国政府就能以更小的代价去把分散的印第安部落集中在一起，同时掌控这些印第安部落的生存资源供给途径，进而更好的操控和奴役这些印第安人。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你还没办法去指责美国政府在进行残酷的种族灭绝，因为不管咋说，明面上确实是美国政府在救济印第安人。这就是美国政府的套路。一番操作下来，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在外人眼中，屠杀行为变成了战争行为，是必要的恶；野牛政策变成了为国家发展扫清障碍，为操控和奴役印第安人而设立的保留地，更是摇身一变成了救济行为。至于天花病毒，还是那句话，又没有直接证据，只要美国政府打死不认，谁也没办法。我是大木，关注我，你不亏。我们下期再会。